你好，感谢你点开这期视频。本期视频是对在2025年6月份由灯市来红音游协会举办的五盟娱乐赛 Never Give Up the Third， 以下简称 NGU the Third 中整个活动中的相关技术的讲解。我是担任了本次 NGU the Third 比赛中现场导演和技术总监的 FDS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比赛或实际的现场特效，我非常建议你先通过我们的决赛实况视频了解一下，或者通过我们以前的比赛视频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带卡牌效果、职业特性、原创曲目，且与实力没有完全相关性的五盟娱乐项比赛。本视频将会以最主要的两个部分进行说明，分别是网站的技术总结和直播意向的技术总结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网站技术总结。和 NGU the Second 类似，我们依然采用了前后端完全分离的架构。整体系统基于 Cloudflare 的 Serverless 平台构建，使用 Vue.js 和 TypeScript 和 White 开发前端。后端逻辑由 Cloudflare Workers 实现，数据存储分别通过 D1 数据库和 R2 对象存储完成。本次我们还引入了 Durable Object 搭配 WebSocket 的协议来处理比赛中的实时数据同步，提升了比赛控制与直播展示的响应性和稳定性。本次我们唯一使用的 WebSets 平台为实现 OAuth 2.0 协议的 IDS 平台 Kind。虽然我们没有直接使用 Kind 提供的 SDK， 而是使用了 OAuth 标准自行实现了整个处理流程，但其还是为我们处理用户跨网站的数据交换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服务。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本次网站的具体信息，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 GitHub repo。好的，接下来就引出了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Cloudflare Serverless 和 Kind 的原因了，也就是技术选型相关的问题。而答案非常简单，主要是因为便宜。而且我个人习惯了 CSR 中前后端分离的做法，所以也延续了使用 White 来构建的做法。我个人曾经使用过 AWS 的 Serverless 的解决方案的时候，甚至被 Route 53提供的基础 DNS 服务收过钱。但在 Cloudflare 中进行了如此多次项目的开发，只需要使用他们的免费方案就可以解决，并且 Cloudflare 确实相比其他的解决方案都更加的一站式且操作简单。如果单独使用其他 SaaS 的托管方案，例如 Vercel， 我们可能要对其在国内的连通性做出很多的努力。其实，在做 NGU the Third 开发项目之前，我正在使用 HBuilder X 和 UniApp 制作微信小程序。他们的 Serverless 解决方案确实非常完整，并且好用，而且易于集成。而且也不需要单独的 IDS， 通过 UniID 就可以完整实现用户管理。但由于工期原因，包括域名备案的时间等原因，我们只能使用海外的平台实现本次网站的搭建。在对 IDS 的考察中，我曾经使用过的 Clerk 的免费版是不支持跨网站的用户信息交换的，而 Supabase 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处理方案，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身份认证组件。我们曾经也想过自己使用 GitHub 上的开源支持 OAuth 的库，自行搭建一个身份验证服务器，但稍微有些违背我们当初要做 Serverless 的初心了，而且我们也没有钱搭服务器，最后选择了 Kind 这个免费版就支持跨网站的服务进行用户信息管理。而实现的具体内容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赛报名网站。我们采用了 Vue.js 和 TypeScript 的前端技术站，通过 Cloudflare Pages 部署，并结合 Cloudflare Worker 和 D1 数据库实现后端逻辑和数据持久化。在报名站中，选手可以完成完整的注册流程，包括创建个人账号、创建或加入队伍、设置昵称、头像、选择职业与属性、实时校验队伍状态、报名是否暂停等。此外，管理员登录后可以在同一个系统中进行后台管理操作，例如查看所有报名用户和队伍数据，导出 CSV 报表用于线下审核，控制报名开启、暂停等参数配置。所有这些功能的数据交互都通过连接 Cloudflare Worker。Worker 负责与第一数据库进行读写操作，而头像上传则使用 Cloudflare R2 对象存储完成，提供公开访问 URL 给前端直接渲染。接下来就是主站官网，官网主要在比赛阶段使用，围绕比赛流程做了以下几个核心功能模块。观众端功能包括
查看所有可选歌曲的列表，通过公开页面观看实时比赛信息。在 OBS 中，我们直接导入了这些网页作为直播源，同时叠加摄像头等素材。管理员端功能包括赛程页面中进行场次创建，配置赛程并编译出赛歌单。比赛控制台页面中控制比赛开始、回合切换并上传分数，而上传后的分数会由后端自动计算得分并更新。存档比赛数据。选手端功能包括在比赛开始前，再通过选歌页面，在管理员创建的场次里进行歌曲选择，并决定出场顺序。登录后可以查看自己队伍所参与的比赛和成绩记录。接下来特别说明一下实时数据处理部分。在初赛和决赛中，为实现稳定低延迟的比赛状态同步，我们使用了 Cloudflare Durable Object 构建了一个名为 MatchDO 的实时状态服务。它通过 WebSocket 与前端建立连接，负责接收控制指令，执行状态更新、广播新状态，并将每一回合的历史记录持久化到 D1。在复赛阶段，由于工期不足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构建另外一个 Durable Object。我们改为了通过 HTTP 轮询的方式从前端获取比赛状态。本次 NGUthird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本次新引入的职业和属性对分数计算导致的变化，因此我们也引入了 MATLAB 实现的单独的数值策划，此部分由舒朗负责。在确定公式后，我们将其重构成了 TypeScript 版本，部署在 Worker 来自动完成分数计算和上传，避免人工计算出错，并保持统一性和可追溯性。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数值策划时采用的 MATLAB 代码，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 GitHub repo。在曾经的计划中，我们曾设想过针对比赛数据实现成就系统的功能，并且可以生成电子的带二维码的参赛选手牌来实现现场的电子集邮，但最终由于工期问题没有实现。同时，在后续我们发现整个比赛系统由于 bug 出现了轮次信息处理问题，并且我们的直播画面的 UI 也没有足够美观和直观，职业元素和卡牌没有对应的特效演出，这些都是非常遗憾的问题。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下次进行改进，并且我们对所有受到影响的参赛选手和观众感到非常抱歉。在最近的7月中旬，我也参与了本次在郑州比赛的郑州 B-Money Leading Championship 活动，简称 ZZBL， 并担任部分现场技术支持工作。其中 ZZBL 直播的数据分发是通过实时使用 Photoshop 修改积分板图片和使用 OneDrive 同步实现的，这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之后我们可能会在 NGUthSecond 尝试使用的实时修改直播中显示的积分板数据，和本次 NGUthird 中完全使用网站实现积分板的控制的两条路线中采用折中的办法，也就是通过图片和网站的支持 WebSocket 的 API 来解决。同时 WebSocket 也能用作于 OBS 的控制。而说到 OBS 的控制，接下来就要引出我们的第二部分了，直播意向的技术总结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完整直播设备连接图。我们在决赛轮使用了 HDX 游戏手台实现自制谱面的播放，而软件方面使用了开源软件 MatchDataPlay 和 OBS Studio 实现了游玩时的实时意向视频合成。经过了多次迭代后，我们最终使用了这样的方案进行比赛的录制和直播，同时负责处理实时意向的合成。本次我们的人员分配是 FDS 负责现场导演和总导播，大煤球负责把握意向视频的切入点，负责1号 HDX 的 OBS 控制，而舒朗负责2号 HDX 的 OBS 控制。没错，我们没有使用程序控制，而是以全手动控制的方式完成了本次流程。这张图片的上半部分表示了两台加载了 MatchDataPlay 的主机，同时需要使用 OBS 进行画面合成，再同时通过还出采集卡采集到直播机中。而下半部分五盟关机相关的直播还是使用了传统方案，没有采用内录，而是使用外部摄像机进行外录采集到直播机中进行直播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设置的基本流程。接下来的所有操作都需要在一台安装了 OBS 并连接 HDX 手台的主机上进行。
我们需要在这台电脑上准备4份分别已经放好对应谱面并预先调好设置的 Match Data Play， 用来实现打开游戏就能直接播放谱面，并且 Match Data Play 需要设置为可以使用键盘控制。我们使用了默认配置下的 C 键为4号键，用来确认选择，这有助于我们控制 Match Data Play 手动播放谱面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对应的待机视频，谱面有完全的 PV 视频和转场视频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在 OBS 里添加对应的场景。我们首先有一个场景用来显示游戏画面，其次每个谱面之前都会有2个场景，分别播放待机画面和两边准备好的 PV 画面。其中待机场景中有一个视频源，需要将循环当源变为活动状态时重新启动播放，和播放结束时不显示任何内容选项打开。PV 画面中包含一个视频源和一个游戏场景。视频源除循环选项不启用以外，和待机场景中的视频源设置一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第一个验谱的意向是直接制作成了谱面的背景视频，在整张谱面的最后，我们为了时间足够切换到第2个场景，则在整个谱面延长出来的地方多加入了一个看不见的 note。另外，验谱需要将 Match Data Play 本身的判定线皮肤文件 outline.png 改为纯透明，然后使用 BGA 来画判定线，来实现一些判定线相关的演出。接下来我们来设置转场动画。我们这次制作了一个转换点300毫秒的长转场，和使用 OBS 自带的直接切换效果进行搭配。当从待机画面转为 PV 画面时，使用直接切换转场；而当游戏画面场景里的谱面结束后，转到待机画面时，我们使用长转场转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根据书郎的演示再现一下现场的操作吧。注意，本视频只会播放一些必要操作，完整效果视频请参考决赛实况视频。注意，在谱面播放时，我们将 OBS 的转场切换成了长转场。由于连贯性，我们并没有剪辑到视频里。
OK， 本次整个活动的相关技术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和支持。如果想观看更多比赛相关内容，请持续关注灯射来红音游协会的官方 B 站账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